女生一个人也可以看世界。我来到了日本东京，传说这个地方有很多难以描述的东西：女仆咖啡店、牛郎店、动漫二次元手办、和尚开的酒吧。在繁华的外表之下，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亚洲第一城。朋友们好，今天是来日本的第2天，我预约了今天早上涩谷 Sky 的门票，但是我现在有点赶不上，且提前1天只能约到早上的票。如果你们想看傍晚到日落，至少要提前1个星期，基本上傍晚的票都被卖光了。当然，如果你们有时间，可以从早上一直待到傍晚。其实我现在已经来不及了，我预定的是11点40，但是这个电车11点46才到，所以咱就是要看看迟到能不能上去。就到了这个最繁忙的十字路口，11点50了，离预定时间过了10分钟。到了涩谷这边，找一个最高的楼进来，然后看到涩谷展望，往这边走。其实我现在还是一个完全没睡醒的状态，你看脸都有点肿。上去还得排一会儿票呢。Okay. Thank you. Only outside, please take a hug. OK 迟一点还是可以进来的。哇哦！这就是东京。这个十字路口之所以壮观啊，那是因为他们所有方向的红绿灯都是同时绿灯、同时红灯，所以会造成看起来就是同时所有人都在移动。我觉得日本人总是会给人造成一种非常繁忙的感觉，他们不管在哪里，他们走路都是非常的快。时光穿梭的感觉。长期旅行教会我一件事情，就是遇到事情不要慌，到了跟前再看看，总有解决的办法。哇，今天天气并不是很好。哇，46楼的东京，亚洲第1大城市。其实东京的住宅挺密集的，特别的密集。我们继续往上走。上面是一个草坪，貌似是一个停机坪，现在好多人坐在上面哦。不过这上面好晒哦。它这里面有一个工作人员帮你拍的一个地方，然后呢，他帮你拍，但是你要满意这个照片的话呢，你可以花钱购买。刚才他们2个帮我拍，现在我帮他们拍。1、2、3，走下来呢，还有一个室内的一个空间，这里就不怎么晒。这上面有个咖啡吧，意外的发现它价格并不高，就是一杯咖啡最便宜的话是700日元，35人民币。抹茶 latte， 买了一杯抹茶拿铁，45块钱。来日本尽量吃抹茶的吧，因为他们这的抹茶比较好一点。饮品真的是不咋地，真的不咋地，不要有过多的期待。朋友们，你们猜怎么着？我真的等到了晚上。刚才这个岩石你们都看到了吧？漂亮吧？等的都值得。晚上这个观体台上面真的漂亮好多啊，太惊艳了。外国人的浪漫，公路也变得特别的魔幻。其实吧，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又会说，这个跟上海的夜景有什么区别？这个跟深圳的夜景有什么区别？但是呢，在我看来呢，我从不比较，我都去，我都看。每个城市肯定是有每个城市它的一个特点，对吧？都看看。
好了，现在肚子饿了，现在要下去了。今天我午饭都没吃呢，赶紧去吃个午饭，然后去你们非常期待的有一点点不正经的地方。Yes, yes. 哦 OK。哦，如果是这张的话是1500。Must with paper frame. 哦，朋友们，我没要，因为我感觉拍的不是很好，那个清晰度不是很高。给你们看看刚才路人帮我拍的。买了个便当，一瓶水，1100日元，55块钱。此时此刻我非常的饿，我必须要吃点东西，太饿了。这一瓶水在咱们国内的价要卖到18块一瓶，我立马又买了。座位底下都会有一个框，我发现就日本人做事真的非常的细节。这种细节你会觉得在这个城市里面或者这个地方生活的很舒服，因为你方方面面都有人帮你考虑到。我在网络上面买了72小时的地铁通卡，要去兑换一下。然后一顿好找啊，它只有在这个机器上面才可以兑换，有这个标志的，有这个，点一下。哦，出来了。然后这个呢是在你首日乘车的时候激活，然后一共是72小时。在东京是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取票的，很多地铁站口是可以取票的。我在的这个位置啊是涩谷的3层，就是3层才可以取票，大家记着啊。如果你走错的话，那个没有那个机器的话，它会在旁边标示这个到底在哪里取。这个车票可不能丢，丢了就作废了。现在我是可以电车自由的人了。这个该怎么弄？这个吗？哦，是这个。我这边不得不感叹一下，东京地铁应该是电车，包含了地铁跟轻轨，太复杂了，太复杂了。但是他们都会有指路的。你们知道东京还有一个新宿那个车站，出口光是出口就有200个，然后你还得小心了，有些是普通的，就是各站都停，还有特快，还有快车，就是各种。一定要看到这个，你谷歌地图上显示21点42分的，就是前面2个都不要做，最后你还得核对，就是车上面的，因为它可能会晚点。你就说晕不晕吧，在日本坐错车是非常正常的事情。我终于从新宿站出来了，这太难了。哇塞，这可得是新宿啊！越接近这个地区，你会发现，越来越多不可描述的东西。现在我们到了亚洲最大的红灯区——东京的歌舞伎町。这个人流量啊，你们看一眼。东京的红灯区跟就是其他地方的红灯区略有不同。你们看一下这边的人流量，而且你乍一眼看回去，就是感觉上它是一个餐厅很多、店很多的地方。但是这里，如果你是一个人来，或者是不明真相的话，很容易让你的钱包破产。然后你们看到这边会有很多女的站的是吧？然后上面还有一个牌写着，但是你们一定要小心，这些啊都是这些。比如说位置不太好的一些酒馆，然后找一个最漂亮的出来，然后站在街外面给他们招揽生意用的。而且这些小酒馆通常来讲，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黑店。然后他们提供的服务呢，就是1000日元，可能就是一杯饮料或者是一杯酒水。然后呢，等你喝了几口之后，他们会告诉你已经快打烊了。如果你想要再坐在这边，我陪你聊天的话，你需要再付钱。所以钱就是这样莫名其妙的消失了。哎 ，here。Hello. Where are you from? I'm from India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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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ere you from? China. China. 감사합니다? No. No. 你好。你好。拜拜。拜拜。哎呀妈呀，这也太热情了吧 Hello. Where are you from? I'm from Korea. Korea. 哎呦，天哪，在这条街上，哀人集体不哀了。你们发现什么没有？咱们的海底捞火锅。
再看看前面有个无料案内所，大家知道是干什么的吗？我都不敢进去，我怕进去了之后，我所有的东西都要打码。我爱歌舞伎町。看到那边站了几个小姐姐了吗？我看到一个有意思的，这个是什么 ？I don't know. 小美女。然后这60分钟3000，基本上有的是2000，有的是3500分钟，2500。他们的衣服都特别漂亮啊，不得不说他们的打扮有些还真的挺好看的。这我真的都不敢进去，不好意思。他们的年轻人啊，也经常会席地而坐，坐在这个歌舞伎町的街上喝酒，在街边就嗨起来了吗？又是一个无料案内所，但是这个无料案内所，你们看一下，都是男的，完全免费。歌舞伎町这边还有很多的牛郎店，但是并不是说你们所理解的那种意思。简单的说呢，他们就是最主要就是卖酒的。再进一步呢说，就是长得比较帅的男的，这个帅字是要加引号的。他们陪女顾客喝酒聊天，然后呢，女顾客购买他们所推荐的酒。但是就算是这样啊，也有非常多女性深陷其中，甚至于不惜一切代价，就是为了给他们喜欢的牛郎去买酒。曾经日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，就是在说这个事情。到最后，女主甚至于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，是为了去哄男主开心。前面就是歌舞伎町的牛郎一条街。我为什么说那些牛郎的帅是加引号的呢？你们自个儿看吧。2024年度 No.1就是销冠的意思啊，6个月连续1000万 over。他们会把比较厉害的销冠贴在外面。像这种牛郎店啊，如果你第一次进去，他们会给你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，大概是1个小时还是90分钟3000日元。然后后面呢，如果要加点的一些饮料呢，就会非常的贵。哦，对了，3000日元只是一杯饮料，1瓶香槟啊，甚至高达几千块人民币。看到了，第一次90分钟5000日元。也就是90分钟，你跟我聊天，250块人民币没了，250。如果说其他国家的红灯区是提供某些服务比较简单直接，那这里啊更像是提供一个情绪价值。我有时候真的怀疑日本人的审美有问题。你说上面这些就算了啊，这些算什么回事儿？我走在这儿，怎么没有人给我发一些小传单什么的？看我就像是个穷鬼吗？啊，看我就消费不起吗？虽然确实消费不起，我也不想消费。到底帅在哪儿？其实光看脸蛋的话，你们能分得出这些是男还是女吗？哇，天啊，这也太夸张了！销冠真霸气。这些东西你们知道，就是会感觉一阵一阵的恶心。在日本社会，帅哥审美是不是都是阴柔美啊？相比之下，我还觉得韩国帅哥更帅一点。这个是女仆咖啡厅、美人茶屋、无料案内所，不然我们进去看看吧。未满18岁不得入内，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咱们就打码。还是比较正常的，就是各种女的一个外貌，比较正常的。这个就大概的意思就是把这边附近的店，就是他们的头牌的样子都拍下来放在这边。如果你感兴趣哪一家就去哪一家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吧。天哪，这一层楼男女通吃。走了走了，溜了溜了。要赶紧去赶最后的电铁。如果我没有赶上电车回不去的话，打车那是不可能打车的。那我只好随便找个网吧住下来了。
其实啊，很多的日本的不可描述这些东西呢，大部分都是在玩擦边。那至于日本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可描述，咱们明天再继续聊。先别划走，这个视频还在继续。现在我们要去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，是女仆咖啡厅。看看东京这个地铁线有多密集，你们看，几乎是每一站都有换乘的，而且换成2个、3个、4个，可见他们的这个线路之密集。现在我们来到了秋叶原本园，这里啊是2次元的圣地。啥是2次元呢？通俗的来讲，就是动漫。日本的动漫不是非常的发达嘛，这里有非常多的 IP， 然后呢，每一个 IP 呢都有自己的周边、手办等等，所以就形成了这个秋叶原。当然，我们来秋叶原呢，还是因为这里有女仆咖啡。来了一家寿司店，用这个来点餐 ，order。泡泡游戏。哇！我惊了，朋友们，连这个寿司都这么2次元啊 ！push， push， choice， 不知道他们的寿司品质怎么样。总之，我觉得这个趣味性很强。哦，寿司就过来了，从这个滑轨里面自动滑过来。很有意思，但是他们这家的寿司没有做好啊，就是鱼肉没有跟寿司粘得很紧，他们的寿司米饭也不太好。这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它是快餐式的寿司，整个寿司的做法，真一般。朋友们，就我这食量，还有人说我能吃，你们看，我就吃4盘。给你们看看人家吃多少。秋叶原的扭蛋机更多了，随处都是。我发现这家店啊，就是外国人特别多，特别是欧美白人特别多。但是呢，寿司做的很一般，超级一般，甚至于不好。专门卖手办的店，哇，这手办做的好精致。哦，这个是4500日元，相当于230。哎呦，哇塞！这不宅男狂爱吗？这是小孩子能玩的吗？哎呦妈哟！天！我怎么觉得有一点辣眼睛？这小孩子能玩这个吗？哎呦妈哟！我估计要打码了这。给你们瞧一瞧，3000日元，150人民币。这个点。完了，这要是变成不正经主播了。当然也有很多正经的啦。这个就是最近很火的鬼刃，是吧？路边看到了一家女仆咖啡，还给我发了名片，660日元一个饮料，1时间。刚才那家不让拍摄，就是拍我自己也不行，那就不太好了嘛，就是没有记录。我们再往前走走看看，找一家至少能拍我自己的。又找了一家，但是我看不清楚，这个是入场的料金加上饮食，就是说它还要另外的门票加上它的饮料的费用吗？排队。朋友们，我已经体验完女仆咖啡了，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战利品。首先啊，进去的就是每一个女仆都是穿着咖啡色的那个传统的女仆装。进去之后呢，他先是给我这张卡，说这张卡能够召唤它。它这个价格有这个1600的套餐。它这套餐呢是包含着入场费跟一杯饮料，还有呢跟他们合照的费用。另外点我因为单独另外点的咖啡嘛，所以呢就是合照是另外加上去的，也就是我花的钱是780的入场费，800的咖啡加上800的拍照的费用，总共是2400。那点完那些咖啡之后呢，在上咖啡的时候啊，有种非常可爱的一些动作，比心啊，喵。我感觉吧，就是
提供了很大的情绪价值，但是呢，也真的是超级贵。这样子一下在里面，而且只能待1个小时，还有非常多规矩，不能够录像，不能够拍照，只能去拍摄自己，或者是只能去拍摄饮品，不能够拍到他们。然后给你们展示第2件战利品，就是这个，这个就是我跟女仆的合照。重点是他还给了我一个礼物，是一个一次性筷子，上面有中国跟日本的友好。最后，我要走的时候给了我一张感谢卡。他们穿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服装。这个女仆餐厅，我估计我来了第1次就不想来第2次了，太贵了。我就是不明白了，日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店，而且费用还那么高，而且还那么有市场。你们知道吗？刚才那个女仆咖啡店，在门口都要排队着才能进去。现在我们要去体验日本的换头术。迟到了半个小时，他们还发邮件告诉我怎么走。2:30，他说预约的时间已经过了，还是要收取1001日元的提名费。现在纯粹用翻译软件来交流，我有一个软件，他有一个软件，这样就快一点。他现在带我去 OK, 6th floor. OK, 5 p.m. OK, thank you. 这回我提前到了。改变video OK? OK, you are beautiful. 现在看一下日本的女 Tony 会给我整出什么样的发型。现在给我的头发上色了，不知道出来的效果会是怎么样。最终的发色是这个样子的。朋友们，你们看看效果怎么样呢？我们觉得有点小翻车呢，就是改变不怎么大。好了，现在到了公布价格的时候，你们猜多少钱呢？非常的便宜啊，才人民币的400多。晚上来吃松屋，还是点了烧肉定时。换头这件事吧，如果改变太大了，自己又接受不了；如果没什么改变，又觉得好像白做了。东京作为亚洲第1大城市，它足够的繁华，高楼大厦，灯红酒绿，但这份热闹之下，压力也是大的喘不过气。白天挤地铁工作累成狗，晚上就想找个地方透口气。女仆咖啡店里花钱听一句甜甜的主人一起唱喵喵喵，牛郎店里钞票换陪聊哄开心。说白了，就是在这座冰冷的大城市里，花钱买点假装的关心和热闹，让紧绷的神经松一松。繁华是东京的面子，但这种慰藉就像泡沫，前一停就散，说到底还是寂寞。现在我们要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，它是和尚开的酒吧，就是在东京这里，它有很多各种各样花式的咖啡厅酒吧。到了，在2楼。小沙弥，全是外国人。嗨。お一人？啊 ？OK。スナックス。啊，yes。推荐的酒，极乐净土、无间地狱、爱欲地狱。我的天！哦 ，Thank you。尝尝极乐净土。啊，不是这个，这不是西瓜，这是一个签，有很清新的一个果味。给了我一个这个般若波罗蜜心经，康基在乌萨图古基哈纳。9点的时候会有一些活动，我们来看看。Now, チャンティングタイム。イブニングサービス、チャンティングスーパー。Please chant with me. Very good, loud voice. 这
苦労様で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我觉得这里啊，就是仪式感特别强。那么朋友们，问题来了，你们好不好奇日本的和尚到底喝不喝酒啊？为什么他们可以开酒吧？我问一下他们。Hello, excuse me. ああ、そう、いえ。 Yeah, yes. 对。哦，他们的僧人是可以娶妻、吃肉，然后还可以喝酒，所以日本的这个佛教啊，它已逐渐的世俗化，而且喝酒还是他们日常礼仪的一部分。原来如此啊！他们还有一个活动是入关体验，一次是1000日元，也就是50块人民币。其实就是活着的人去体验进入棺材，然后呢，他们会在你旁边去念经。店里还提供抄经书的服务，就是提供纸和笔自己抄写一段，收费也是1000日元。在一个酒吧里面，又是念经又是抽筋，然后再喝着酒。这叫是什么？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。好了，现在我要回去了。入关体验就不给你们体验了，因为我怕死，我害怕那种感觉。东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正经的？因为像女仆咖啡、像牛郎店这些东西啊，首先呢是日本的法律啊，对于这些东西本身它就比较的宽容，而且啊，在日本大部分这些东西啊都是停留在擦边的一个水平。就像女仆咖啡馆啊，它虽然是打扮的非常的那啥，但是呢，你进去。你是不能够跟服务员发生任何的肢体接触的。然后呢，牛郎店呢也仅仅只是跟他们喝酒聊天。有一部分日本漫画的它的尺度是相当大的，就是有的时候你会翻日本的一些漫画书，你会觉得这个是小孩子能看的吗？那话说回来，日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正经的东西啊？这就要从他们的生活压力开始说起了。在日本收入是很高的，就是一个互联网的 IT 工作人员，他的平均的月薪在70万日元，也就是说3万5人民币。但是呢，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。你在东京，你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，在每天晚上10点是电车最拥挤的时候。昨天晚上我大概10点坐电车的，电车都几乎已经挤不上去了。而且他们的文化也是，我感觉是比较压抑，所以呢，就是会滋生出很多比较有意思的，或者是他们是想要找一些精神的一些慰藉。所以呢，总之呢，东京这个地方，它每年吸引了3000多万外国游客在这里，是有它的魅力所在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欢迎你持续观看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。我正在环球旅行第15国日本，下一个视频带你们体验贫富差距的日本东京。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